旱灾爆发，我家男友瞎洗，把尸体当柴火烧取暖。弹幕疯狂刷屏，男生只是出轨，又没犯法，炮灰女太心狠手辣了。这么好一个男孩被他残害了，真可惜。我默不作声，又添了一把火。弹幕还不知道我能看见他们。全球气温骤降到零下80度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。我的手机叮咚响个不停，业主群里弥漫着恐慌。309的单亲妈妈求助，谁家有急救药品？我女儿发烧了。没人回应她。这场寒灾来得太突然，没来及囤物资，我只剩下1包泡面和1箱水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死感。我正焦虑物资不足时，门突然响了。毛毛，是我，是男朋友郝建。他敲了敲门，兴奋地说：“我给你拿来了物资，你快开门吧。”我不敢置信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我和他家直线距离10公里，他居然不顾危险来支援我。郝建拔高音量催促：“快开门，别让其他人发现了。”我应了一声，急忙起身。刚走到门口，眼前突然飘过一行字：“别开门，你男朋友手里有刀，他想抢走你的物资。”我愣了3秒，以为自己眼花了。那些字还没停。炮灰女好可怜，到死都不知道男朋友早就出轨了，还是他邻居。渣男明明就住楼上，还假装大老远来救他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心一寸寸坠到谷底。炮灰女一开门，男朋友手起刀落，毫不手软把他杀了，还用他的尸体烧火取暖。我是不讲法律，不谈感情，男生做得漂亮。楼上的你有病吧？渣男囤了物资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弹幕吵了起来，我耳朵嗡嗡作响，迅速反应过来，自己只是一本书中的炮灰。郝建见我迟迟没反应，有些生气。毛毛，你发什么呆？快开门！你不要食物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进厨房，选了一把锋利的刀。郝建在门口絮絮叨叨个不停，我猛地打开门，直勾勾盯他。他吓了一跳，暴虐的表情来不及掩饰，手藏在背后，笑得狰狞。你终于出来了，你别怪我狠心，我也没。噗呲一声，郝建的话戛然而止，鲜红的血喷溅而出，空气中弥漫着温热的腥臭味。他垂眸瞥见脖颈处的刀，随即像断了线的风筝跌倒在地，他手里的砍刀也滚落到了一边。我用了吃奶的劲拖着他回家里，将门口的血清理干净后，回来瘫坐在沙发上，盯着他那把砍刀出神。恋爱2年，我们没发生过什么大的争吵，甚至都要谈婚论嫁，怎么突然仿佛变了一个人？我打了个哆嗦，眼前突然又出现了弹幕：炮灰女怎么变聪明了，居然反杀了？炮灰女真冷血，恋爱2年，她居然没有一丝心软，快点把她冻洗吧。我叹了口气，面不改色地给郝建搜身。他兜里有一块压缩饼干，还有一串钥匙，上面挂了门牌号503，就是我楼上。看来弹幕是真的，郝建早就出轨了，和楼上那个女人。我气得双手发抖。弹幕书弟感叹起来：炮灰女一直躲在家里也活不下去，这场寒灾持续2个月，她囤的这点食物连1周都撑不过去。我顿时僵住了。如果他能抢夺楼上的物资，没准还能活着。炮灰女估计还不知道，渣男和小三购买物资花的钱是他的工资。我脑袋嗡嗡作响，手心冰凉，忙不迭打开手机查看账户余额，结果还有5毛钱。昨天看银行卡，里面还有4万块。一夜之间，郝建利用亲密妇取走了我的所有工资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狠狠踹了他一脚。我烦躁地抓头发，正思索怎么办时，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：503。谁家有多余的充电宝，我可以花高价购买。弹幕惊呼：三姐来了！这是炮灰女唯一的机会，三姐现在还不知道渣男洗了，警惕心不强。要是被他发现，肯定会先嘎了炮灰女。我盯着503的头像，果断添加上他的好友。对方通过得很快。你有几个充电宝？我抿了抿唇，1个。好吧，卖多少钱？500行吗？可以。你是403对吧？来楼上找我。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眼神坚定地出了门。我站在503门口，给他发消息：我来了。门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503打开门，神情嫌恶地上下打量我：进来吧。我跟在他身后，轻声说：你一个人住吗？他去屋内拿钱，不耐烦道：我老公偶尔会来。充电宝呢？我摇头，没拿。503皱了皱眉：那你干嘛来了？我无奈叹气：生你来了。刀刃寒光凛冽，503吓了一大跳，慌乱后退。你拿刀做什么？我冷笑：你说呢？刀除了捅人还能做什么？503双腿发软，唇色惨白。我和你没仇吧？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他退到了阳台，阳台没有封窗，护栏只到他的腰间。我从兜里掏出钥匙：郝建在我家，你要去看看他吗？503瞳孔骤变，脸色青一会儿白一会儿。我不是故意抢你男朋友的，是他勾引我的。
我朝他步步紧逼，猛地把刀插进一旁的沙发里，气势威严。503瑟瑟发抖，慌不择路。蓦地，他脚下一滑，栽了个跟头，掉下了楼。空中响彻他凄厉的叫声。我从阳台探身朝下望，2楼有个高高的雨棚，恰好接住了503。他顺势滚到地上，瘸了一条腿，不要命似的跑远了。这个天气，由他自生自灭吧。刚刚谁在叫？好像是5楼，出什么事了吗？503跳楼了，我在对面看得一清二楚，有人拿刀逼他。503家里有一个杂物间，里面堆满了吃的喝的，甚至还有3个充电宝。弹幕喟叹：炮灰女好猛，现在她手里的物资够吃2个月了。炮灰女好贱，人家两情相悦，凭什么拆散他们？你说的两情相悦是出轨，沙包吧你！他们又吵了起来。我忽视眼前这些弹幕，准备把503的物资搬回家里。电梯运了4、5趟都没搬完，怕引人注意，打算晚上再行动。业主群里早就闹翻了，我静静窥屏。那你快报警啊！报警也没用，雪这么大，人都走不了路，更别说车了。群里陷入了诡异的冷寂。我抬头看窗外，天色渐黑，雪越下越大。我蜷缩进被窝里取暖。那些弹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，他们会有新的线索吗？突然吧嗒一声，一瞬间所有的光亮消失。我拿起手机，群里叫苦连连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吗？我心里一紧，冲进厕所，拿上所有空桶接水。半个小时后，群里再度怨气冲天。怎么回事？谁也停了？外面零下80度，水管被冻住了。物业呢？物业还有人在吗？物业好像被冻死了。有人发了一张图片，保安亭里，物业坐在椅子上，眉毛挂着雪花，皮肤惨白。群里哑声了。我裹紧被子，屋子里还残留着暖气的余温，但是我现在好冷，害怕的冷。末世不会要来了吧？凌晨时分，我摸黑把503所有物资搬完了。气温还在一度一度的降低，短短1个小时降到了零下90度，速度快到吓人。群里时不时有人求助。刚才没来急接水，有人能分我家一点吗？有好心的女孩子吗？我老婆痛经，需要一片止痛药。没人回应他们。我垂眸，喝了一口温水润唇。父母早逝，我没有其他亲人，只要努力撑过2个月就能活下去。我挤出一抹笑，心态还算乐观，庆幸自己至少还有充足的食物和水。夜色汹涌，我打了个瞌睡，迷迷糊糊中，耳边响起了一阵动静，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瞬间清醒，噌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警惕地拿上刀。黑暗中，我的手机亮了，一个陌生人发来短信，他的话让我汗毛直立。我知道你家里有食物，我看见你推他下楼了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弹幕恰巧又出现了。炮灰女生存能力挺强啊，可惜这次她遇到的是一个变态。我瞳孔骤缩，疯了一样冲过去把门反锁。下一秒，卧室的门把手被拧动了2下。这个变态是谁？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？我紧皱眉心，脑子里浮现过一张张脸，都对不上嫌疑人。变态又发来消息：你开门，我不杀你，我吃点东西就走。门外响起一个沙哑的男声：我太饿了，你给我点东西吧，我马上就走。我手心发抖，强装镇定：我把东西扔下楼，你去下面捡。他不说话了，转而癫狂地拧动门把手。你开门吧，我不杀你。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震耳欲聋。我握紧门把手，心脏突突乱跳。你到底是谁？变态不回答，固执地拧动门把手，试图破门而入。我慌了，他今天是认定了我，不进来不罢休。弹幕倏地感叹：炮灰女肯定想不到，变态就住她对楼。这个斯文败类，每天拿着望远镜偷窥他呢。我呼吸一滞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。每天上班，对楼有一个男人会在我之前到达公交车站。他长相沉稳硬朗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脚上常年是双棕色皮鞋。我们一前一后上公交车，但我比他提前几个站台下车。他偷窥了我多久？我竟然从未察觉到。门外的变态似乎等得不耐烦，开始用头撞门。毛毛雨，我想见见你，和你说话。他嗓音沙哑粗粝，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。弹幕兴奋道：好像死亡大逃杀，恐怖效应拉满了。他们讨论的激烈。炮灰女现在这情况很尴尬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可是，一会儿安抚居民的特警就来了，哪怕他活下来，也会发现被他嘎掉的渣男。我冷汗直流，愣了3秒，迅速打开手机。业主群里传递着一个好消息：特警正在挨家挨户走访，安抚人心。我就说吧，官方怎么可能崩溃？我们一定能撑过末世。我揣好手机，随后打开窗户，翻了出去。503的空调外机就在我头上，我努力伸长胳膊就能够着。弹幕惊愕了：炮灰女想逃跑，特警已经在他家门口了，他能跑到哪里去啊？
身后的门晃动得愈发激烈，变态拼命砸门，砰的一声，赶在门坏掉的最后一刻，我爬进了503的卧室，来不及喘气，我听见楼下爆发争执。别动，6扇门！我翻出503的衣柜，随便挑了一件套上。弹幕这才明白，炮灰，你想把嘎掉渣男这事嫁祸给那个变态吗？我擦掉头上的汗水，门这时响了。你好，珀丽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过去开门。楼道一片漆黑，几个特警举着电灯，探头打量屋内。请问这2天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？我神色茫然，什么动静？没有啊。那就好。他们严肃道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由于最近还在爆发，周边网络可能会断掉，请你不要害怕，待在家里别出门，相信国家。好。特警走后，我打开业主群，里面果然有人在讨论。好像死人了。凶手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看见特警押着一个男人从楼里出来，后面又抬出了一具尸体。我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消息翻滚了几十条，没人再说话了。我返回微信主界面，却发现上面出现一条红色的网络未连接提示，整栋楼哀嚎不绝，断网了。这种状态持续了2周。我趁没人，悄悄回到403，眼前的弹幕飘个不停。炮灰女又逃脱困境，简直比主角还精彩了。为什么我感觉她好像能看见我们，像是有生命？我一顿，这句话立刻遭到其他人的质疑。楼上的你开什么玩笑？他只是一个用文字堆砌起来的小配角。弹幕很快消失了，这些东西出现的毫无规律。我还在发呆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说话声。你好，我是309，我女儿发烧好几天了，请问你有没有药？我竖起耳朵贴墙偷听。没有，滚开！这声音是隔壁那个泼辣的老太太。309的单亲妈妈哭得绝望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家有药，寒灾开始那天，我看见你和家人去药店买光了所有退烧药，我可以出10倍、100倍的价钱，只要1片就好。老太太骂骂咧咧。我听见一个小女孩微弱的喃喃声：“妈妈，我不想。”回答她的是毫不留情的关门声。我垂下眼，身体发冷，使劲搓手臂都暖不回来。她妈妈努力克制着哭腔：“不会的，宝贝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咬了咬唇，还是不忍心打开了门。外面的母女被吓了一跳，神色慌张地望向我。我喉咙发干，你们进来吧。他们拘谨地坐在沙发上，缩作一团。我拿来2颗退烧药。309瞥见我手里的药后，眼睛一亮，他语气急切：“你要什么？我都可以给你。”我指了指他兜里的火柴：“把火柴给我吧。”309一愣，然后颤抖着手接过药，把火柴放在桌上。那个小女孩估摸着只有7、8岁，漆黑的瞳眸里蓄满了泪水。她声细如蚊：“谢谢姐姐。”我抿了抿唇：“你们该走了，别让人看见。”309重重点头，抱着女儿疾步出门。我蹲在壁炉前取暖，那些弹幕又出现了。炮灰女也不是完全冷血的坏人啊，可能炮灰女想起了自己的家人。有人不满：“可她男朋友只是出轨，又没犯罪，炮灰女就是心狠手辣，没有人性。”她没有人性，为什么还救下那对母女？我默不作声，又添了一把火。眼前的弹幕快速滚动，两方吵得不可开交。一行字打破了焦灼的局面。我感觉炮灰女真的能看见我们，每次发生危险，她的表情不像是提前知道，而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指引她。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们真相。弹幕却自己炸了。看得见更好，她本来就不该死在这场寒灾里。对呀，谁规定只有主角才能活到最后？脱离了小说，炮灰女在那个世界里也是自己的主角，算得上大女主呢。我怔愣了，从脚趾到头皮都在发麻。弹幕突然热血起来，我要去预习后面的剧情，给他开金手指。我欲言又止，刚想说话，门被敲响了，传来奄奄一息的求救声：“姐姐，救救我！”是309的女儿。我心里隐隐感到不安，快步走到门口看猫眼。她时不时回头看楼梯，似乎有什么人在追她。我打开门，把她拽进屋。我捂住她的嘴：“先别说话。”她豆大泪珠滚落下来，喉咙里溢出含糊的喃喃声：“姐姐，我妈妈流了好多血。”我额角渗出了冷汗，继续看猫眼。楼梯的拐角平台处，一只手握住了扶杆。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他瘦的脸颊凹陷，正仰头盯着我家的方向，眼神阴森可怖。片刻后，他默不作声地退了下去。我胸脯提着的一颗心稍稍舒缓了些。身旁的小女孩压抑着哭腔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彤彤。”她全身克制不住的发抖，看来是真的吓坏了。妈妈拉着我下楼梯，快到家门口时，隔壁的叔叔突然跳了出来，他把刀摁在妈妈的脖子上，妈妈让我快跑，躲起来。他抬眼看我，轻声说：“姐姐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妈妈？”
我沉默地把沙发推到门口。彤彤红了眼睛，姐姐，我再也见不到我妈妈是吗？我没有回答她，任由她哭。把沙发推到门口后，我拆开2袋饼干，递给彤彤一块，吃吧。她捧着饼干，说话有气无力。谢谢姐姐。我这才发现她的烧丝毫没退。你吃药了吗？她小幅度地摇头。我抿唇，迟疑要不要再给她一份急救药时，弹幕又出现了。唉，太可怜了，309刚到门口就被隔壁给杀了。凶手也是走投无路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外面冰天雪地也没有食物。我吞咽饼干的动作一顿，弹幕忧心忡忡。炮灰女要带着这个小姑娘一起求生吗？虽然食物够的，但地震马上要来了。我深深皱眉，目光锁定在地震2个字上。地震还有3、4天吧，那强度这栋楼都会塌了，炮灰女能不能活下去还是问题。除非她能找到男主的防空洞，那食物、水源充足，还有武力维持秩序。狗过2月，寒灾也就结束了。我心脏一紧，脱口而出：在哪里？话音刚落，弹幕顿住了。我窘迫地冲彤彤笑笑：要在哪里？彤彤小心翼翼道：妈妈兜里。弹幕松了口气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看见弹幕了。防空洞好像在北城的郊区吧，一所孤儿院旁边，还挺难找的。我又拿给彤彤2粒药。北城那个孤儿院我有印象，坐公交需要50分钟，走路大概2、3个小时。但眼下这种情况恐怕更久。思考了一会儿，我把压缩饼干全塞进羽绒服内胆，大概有10包，够我撑几天。其余的药、水、刀能揣兜里揣兜里，尽量不背包。墙上的时钟指向下午3点。我扭头冲着彤彤说：凌晨5点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她眼神恐慌。姐姐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？我不会拖累你。如果你的烧退了，我们就一起。凌晨4点，她的烧退了一大半，人有了点精神。我把药和压缩饼干塞进她兜里。我们俩里3层外3层，裹得严严实实的。楼道里冷风呼哧呼哧地吹，路上的雪堆积到了我大腿的位置，挪动每一步都很费力。寒风凛冽，夹杂着我们沉重的粗喘声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环视四周，看着不远处的建筑。去那个网吧休息会儿。这里被当作物资点洗劫过了。我们在里面喝了点水，吃了2块压缩饼干，找了点易燃品，做了个简易的火堆取暖。热量源源不断地涌入手心，彤彤脸颊红润润的，我的身体也舒展开了。我带着彤彤继续出发，在我们俩都要精疲力尽的时候，终于看见了那座孤儿院。彤彤语气兴奋：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到了？我也很激动。对，找到防空洞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突然一道枪声刺破了天空，子弹陷进我脚边的雪里。不许动！一个男人走过来，许久不见的弹幕出现了。是男主刘波哎，可他警惕心那么强，会收留他们吗？我急忙举起双手。我们不是坏人，听说这里有个防空洞在收留难民，才来这儿。刘波一步步靠近我，把冰冷坚硬的枪口顶在我腰间。他嗓音沙哑：你从哪儿听说的？我失神了2秒，随即对着空气坦白道：我能看见你们，现在能不能帮帮我？弹幕炸了。什么？他能看见谁？是在说我们吗？我就说吧，他有生命，不只是一个炮灰。你告诉男主，你是偷听了防空洞外出搜索队的话，才来这儿。对，3天前他们有一批人员到你家附近，其中走失了一个男大学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照着他们的话叙述。刘波的枪还是没放下，他面无表情。你在和谁说话？我随便找了个借口。我从小就喜欢自言自语。弹幕空屏了一瞬，都在等待他的态度，但刘波一言不发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别杀他？彤彤突然出声，怯怯地说：姐姐她是一个好人，她救了我，她说这里有物资，不会再死人。刘波静静地盯着他，一动不动。我吞了吞口水，我身上只有一把防身的刀，你可以搜身。刘波伸手探进我兜里，摸到了那把刀。几秒后，他放下了枪。跟我走。安顿好住处后，弹幕又准时出现了。炮灰女，现在安全了，说说啥时候能看见我们的呗？我盯着弹幕，轻声开口：反杀好剑的时候。话音刚落，弹幕瞬间刷屏。果然，当时就觉得你反应不对劲。那你反杀好剑，是因为我们说的剧情？我点头，然后顿了顿。我是不是该去自首？家人们觉得我应该自首吗？我没去，在防空洞里坚持到寒灾结束，自愿加入了重建家园的队伍中。弹幕说的对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才是主角。